功率計係用嚟量度輸出嘅力量。市面上常見嘅款式包括連單車腳踏嘅款式，有啲咧就直接裝上個曲柄上面，同埋呢個抓盤型嘅款式。唔理邊一款，佢個價錢通常都係好貴下嘅。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一款性價比極高嘅功率計，就係眼前呢一個麥金速嘅 P505 抓盤型嘅功率計，同大家做個開箱同示範呢個安裝嘅。打開個盒已經係一個唔錯嘅印象，佢係用呢啲好厚嘅海綿嘅包裝，裏面咧就跟呢一個用戶說明書啦、保養資料等等。呢一個咧就係個功率計。鏈柄嗰一邊嘅曲柄個軸心咧係用鋼做嘅，非常之硬淨。留意佢呢個曲柄嘅設計裏邊咧係挑空咗嚟減磅，睇落去咧就同 Rotor 嗰隻牌子差唔多樣。另外嗰一邊嘅曲柄啦，呢個黑色紙盒裏邊咧就有一個膠做嘅工具，用嚟扭緊嗰個軸心同曲柄之間嗰粒鎖圈用嘅。有跟幾款唔同顏色嘅貼紙俾你黐上個功率計度嚟襯翻你部單車，一條磁石頭嘅叉電線，幾粒鏈柄嘅螺絲，同埋呢一個膠做嘅曲柄外冚，仲跟幾個橡膠做嘅戒指仔。個價錢咧就只係299蚊美金。如果你話呢個規格嚟講呢，抓盤型功率計跟埋呢個曲柄，比 Shimano 110 BCD 4螺絲嘅模式嚟講呢，可以話係我見過嘅最平。而佢呢一個設計呢，就除咗用原廠鏈柄呢，都可以同其他牌子通用嘅。加多少少錢呢，你仲可以配搭埋佢呢一個 QED 麥金自己出嘅雙鏈柄。以上呢，就係其他嘅 specs， 總覺性係去到加同負 1.5%。數據顯示呢，就俾到你功率啦、回轉度、左右平衡同埋順暢度。具有 M+ 同埋藍牙嘅接駁，同主流嘅碼錶通用啦，包括訓練 Apps， 具有好容易操控嘅校準方法，包括自動、手動同埋向後踩模式嚟對準。叉電時間只需3個半鐘頭，運作時間係可以去到200小時。防水咧就係 IPX7。OK， 我哋而家就示範下呢個安裝啦。今次嘅示範咧就可以話屬於容易嘅。你只需要適合嘅工具啦，就可以好輕易咁樣拆除同安裝呢個功率計嘅，係唔需要拆除佢個5筒軸心，所以呢個步驟咧只需要大概15分鐘到嘅啫。我哋咧就會更換呢一個 Ultegra 嘅 R8000 系列嘅鏈柄連曲棍嘅。工具方面咧，你就需要5、6、8、10 mm 嘅六角匙或者 lock 頭，一個可調校扭力嘅扳手啦，一個專係俾曲柄外冚用嘅安裝工具，同埋呢個 BB44 16齒嘅工具，加埋佢哋跟埋嚟嗰個黑色膠工具嚟上緊嗰粒軸心嘅鎖圈，一個單車鏈快拆扣專用嘅鉗同埋潤滑劑。咁第一個步驟咧就當然係將部單車固定好啦，前面咧就放去細柄度，而後面嘅飛輪咧就擺到去大概中間位置啦。咁樣做咧，條單車鏈咧就啲扯力就冇咁多嘅，就會容易啲拆除同安裝。我會比較中意攞走條單車鏈啦，冇咁阻住我做嘢。如果你係用快拆扣咧，就好簡單嘅啫，擺個鉗入去呢度，然後合埋去咁樣就可以攞走條單車鏈啦。如果你想 keep 住條單車鏈咧都得嘅。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用手撳一撳後面個變速器嚟減低個扯力，跟住用手喺前面個鏈柄咁樣放低條單車鏈。下一個步驟咧就係拆除你個腳踏啦。R8000系列咧就係用8mm 嘅六角匙或者 lock 頭，有鏈柄嗰邊咧就同正常嘅原理好唔同嘅，係相反嘅，係要扭送時針方向嚟鬆開嘅。而另外嗰邊咧就用翻正常嘅原理啦，即係扭逆時針方向嚟鬆開嘅。OK， 拆走晒啲腳踏咧之後咧，我哋就去翻冇鏈柄嗰邊啦。你就會見到個曲柄有兩粒嘅六角螺絲，你就需要用呢個5mm嘅六角匙或者 lock 頭嚟鬆開佢哋。攞走晒兩粒螺絲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攞走埋裏面呢一塊保險匙，然後咧就用呢一個特別嘅工具嚟鬆開呢一個尾冚嘅。跟住咧，你成個曲柄就可以就咁跣出嚟。有時裏邊個鐵戒指咧會跌出嚟嘅，千祈唔好唔見，擺翻落去。
之後咧，成個曲柄連續芯咧就可以咁樣線佢出嚟。去到呢個步驟咧，如果你想用翻前面嘅鏈柄咧，你只需要扭鬆呢4粒螺絲嚟拆除佢哋嘅。我哋咧就唔需要做呢個步驟，因為咧我哋係會安裝呢一個全新嘅大細柄上去。OK， 係時候安裝呢個功率計啦。第一個步驟咧就係將有鏈柄嗰邊嘅曲柄裝上呢個功率計上面。首先咧扭走呢粒鎖圈，然後將個曲柄放到去呢個3點鐘嘅位置，對翻啲紋放落個功率計度。之後咧喺後面咧我哋可以上翻緊頭先拆落嚟嗰粒鎖圈嘅，我哋就會用呢個 BB44 16齒嘅工具啦，連埋佢嗰粒黑色嘅膠做嘅接駁頭，就咁樣用徒手扭緊佢。佢哋建議咧就係扭到去35至到40 nm 嘅，我只係憑感覺用手扭嘅啫。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安裝個鏈柄上去，打開包螺絲啦。你會用5同埋6 mm 嘅六角匙。首先咧就裝個大柄上去，佢個面層咧就有一條咁嘅銀色鐵針嘅，都係擺去3點鐘嘅位置，喺正個曲柄後面咁樣。而個細柄咧面層咧就刻咗一個 inward 嘅字，呢一邊咧就應該對住個底嘅。你亦都會見到佢啲螺絲位咧係凹咗入去嘅，同埋有一個位咧佢係有個界位開口位咁樣嘅。你就要跟翻個曲柄裏邊嗰條白線咁樣安裝上去，後面睇落去就係咁樣啦。我哋而家可以放嗰4粒螺絲上去啦，冇字咧就係放喺裏邊嘅，有黑字嗰啲咧就係放喺前面嘅，後面咧就係用呢個6 mm 嘅六角匙插落去嚟定位，然後前面咧就用呢個5 mm 嚟扭緊嘅。重複多一次，有字嘅螺絲咧就應該擺喺前面嘅，就咁用徒手上緊少少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呢一個扭力扳手逐粒上緊，去到8 mm 嘅個次序咧就應該好似 X 咁樣，上完一粒之後就上對面嗰一粒。OK， 而家係一個好機會，如果你想清洗下自己個5通軸心，抹下佢補補油咁啦，放少少油落嗰個軸心度啦，放少少得噶啦，擺喺5通軸心會掂到嘅位置，即係個頂同個底好似咁樣，然後喺有鏈柄嗰邊咁樣插條軸心入去，放手之後呢個重量咧就自然自己會去到6點鐘位置啊個曲柄，跟住之後呢，你就可以安裝埋另外嗰條曲柄落去12點嘅位置，用呢個10 mm 嘅六角匙或者 lock 頭嚟上緊呢個外冚，用少少力得噶啦。開頭呢，佢只係建議你用1至到1.5 mm 嘅啫。個目標咧就係唔好扭得太緊，你搖佢咧佢感覺唔鬆咧就得噶啦。用手轉佢嗰時咧，佢就應該打幾個圈，好似咁樣，冇乜阻力咁樣嘅。如果太緊咧，你就當然可以鬆翻少少啦，然後再扭翻緊嘅。之後咧，我哋就要扭緊個曲柄嗰粒5 mm 嘅六角螺絲。個建議就係去到12至到14嘅 mm， 然後咧就去翻頭先嗰個外冚嗰度上緊到佢10至到12 mm 嘅，之後就可以安裝翻個腳踏，用呢個8 mm 嘅六角匙，記得有鏈柄嗰邊咧係扭逆時針方向嚟上緊嘅，而冇鏈柄另外嗰邊咧就係用正常嘅順時針方向嚟上緊。裝翻條單車鏈，然後將個叉電線駁落去個功率計上面嚟啟動佢嘅。你需要用佢哋呢個賣金嘅助手 app 嚟做呢個登記嘅，好簡單。打開個 app 呢，然後跟住之後撳入去呢一個加新配件，選擇呢個 P505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，之後佢就會寄個密碼俾你，放個密碼入去，然後之後撳啟動嚟完成呢個登記步驟嘅。個 app 裏邊呢，撳入去呢都可以俾你睇到其他嘅資料，包括個電池容量啦，同埋校準模式。我就會將個功率計駁落我個碼錶度，呢個係 Hammerhead 嘅 Karoo 2，非常之簡單，只係需要加落去咁樣，就係咁簡單。我都踩咗大概1個禮拜到啦，用呢一個新嘅功率計，得到嘅數據呢，就同我之前用開嘅單邊 4iii 冇分別嘅，可以話好接近。俾大家睇下碼錶嘅顯示，放喺個 iPad 裏邊呢，就係用緊個 Swift Hub 嘅，大家睇到啦，佢個回轉度呢，同埋個力度呢，係非常之接近嘅。我喺呢一方面呢，就唔專業啦。
但係其他有知名度嘅 YouTuber 用過呢一款嘅功率計都話得出嚟嘅數據咧係極之好嘅。佢嘅重量分別咧大概爭70 gram 度啦，即係呢一個麥金嘅組合咧，成套咧夾埋咧就重過我之前用開嘅大概70克度，接受得到啦。俾到你雙邊嘅功率、順暢度同埋呢一個左右嘅平均，當然包括回轉度同埋功率啦。有呢啲新數據咧，會幫我矯正我左右腳唔平均嘅輸出啦。我嘅左腳係偏大力啲嘅，而個馬錶裏邊嘅數據咧都顯示得到左邊係用多啲力嘅。OK，最後啦，頭嗰100公里之後咧，就記得檢查翻所有嘅螺絲位啦，扭翻緊去。我對呢一個產品嘅結論呢，就係我覺得功率計呢就一般都係偏貴嘅，特別係嗰啲西方牌子係可以好貴下嘅。現時嘅趨勢呢，就越嚟越多亞洲嘅品牌打入呢個單車市場啦，令到啲價格就合理啲咯。我覺得麥金呢一個 PES 系列呢，就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，以佢嘅性價嚟比，真係抵玩。如果你對 Shimano 早排宣布回收，令到你想換咗佢，順便加埋一個功率計，又唔想嘥時間去做功課，睇下裝唔裝到落部單車度。因為其他嗰啲公司好多時候你個功率計又分開嘅，個曲柄又係分開嘅，個軸心咧又未必啱你個五通嘅，令到你要做多少少資料搜索先咯。而呢一個麥金嘅 PES 系列咧就簡單好多，一盒有齊晒你所有需要嘅嘢，係直接1比1咁樣更換嘅，價錢合理、高種度而容易安裝嘅，我覺得有興趣真係可以考慮下。上個月咧，我哋就做咗一個抽獎活動啦，就同 Magic Shine 合作，獎品包括 CME 508雷達尾燈同埋2張50蚊美金嘅購物券。雷達尾燈嘅得獎者咧就係 IG 用戶 Kinlong725，而50蚊購物券咧得獎者就係 Adrian 好多個零同埋 HM Cycling。恭喜呢3位得獎者啦！嚟緊呢幾日咧 Magic Shine 會喺 IG 度聯絡你哋。如果你哋係新觀眾咧，就記得訂閱同埋俾個 like 嚟支持下我哋呢一個 channel， 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容易揾多啲唔同嘅單車產品公司嚟合作，可以幫大家換取更加多嘅折扣，甚至乎贈品添。今集嘅 Man on Wheels 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